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，真的是又甜又虐，但最后圆满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故事真的把我感动哭了好几次，尤其是当我听到女主角陈雅玲讲述她在台湾病房中的经历时，那一刻我觉得爱情真的可以跨越一切阻碍。陈雅玲，大陆姑娘，南京人，家里条件特别好，父母都是做外贸生意的，家里在南京紫金山附近有一套400多平的大平层豪宅。雅玲从小衣食无忧，留学归来后在家族企业担任高管，每天忙着谈合同、见客户，过着令人羡慕的精英生活。我那时候真的很傲，雅玲跟我说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，事业有成，家境优渥，父母也从不给我安排相亲，我可以慢慢挑。就这样，雅玲不知不觉已经30岁了，身边的闺蜜一个个都嫁人生子，而她还是单身。虽然不缺追求者，但雅玲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丽姐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那时候我明明什么都有，但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我当时就告诉她，姑娘啊，这就是缘分还没到。缘分这东西可不就是这么神奇吗？2022年初，一个商务考察团来南京谈合作，雅玲的公司负责接待，其中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医生林之命，是台北一家3甲医院的心胸外科主任，此行是代表医院来考察大陆的医疗设备供应商。林之命比雅玲大6岁，成熟稳重，谈吐不凡。最让雅玲印象深刻的是，在一次饭局上，一位随行人员突然身体不适，林医生立刻放下筷子，专业的进行急救，动作娴熟又镇定。那一瞬间，我被他的专业和责任感深深吸引了。雅玲回忆道，眼中闪烁着光芒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雅玲主动承担起接待林之命的工作，两人从商务洽谈逐渐聊到各自的生活、理想，甚至是两岸的文化差异。林之命的温文尔雅和对生命的尊重，与雅玲见过的许多商人形成鲜明对比。他告诉我，在台湾，医生不仅仅是一份职业，更是一种使命。他经常加班到深夜，只为多救一个病人。我问他累不累，他笑着说，习惯了。考察团离开的前一晚，林之命约雅玲在秦淮河畔散步。夜色中的秦淮河灯火阑珊，倒映在水中如梦如幻。我知道明天就要回台湾了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林之命的告白简单直接，但字字重若千钧。雅玲愣住了，她没想到这个成熟稳重的医生会如此直白地表达心意。可是我们隔着一道海峡啊，雅玲迟疑道，两地分隔，怎么可能呢？林之命认真地看着他说，距离只是空间上的阻隔，只要心在一起，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。就这样，两人开始了跨海恋爱。微信视频、LINE 的电话成了他们联系的主要方式，每天早晚的问候，分享各自的生活点滴。虽然相隔千里，但心却越来越近。然而，异地恋注定充满挑战。林之命作为医院主任，工作极其繁忙，经常一台手术做下来就是7、8个小时，有时甚至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。而雅玲在大陆也忙于公司事务，两人能真正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最难熬的是，当我遇到困难想找他倾诉时，他却因为在做手术而无法接听电话。雅玲委屈地说，我开始怀疑，这样的感情是否能长久。雅玲的父母得知女儿恋爱对象是台湾人后，也表示了担忧。妈妈直接问我，你是要去台湾还是他来大陆？如果你去台湾，在那边生活条件会下降很多，你受得了吗？确实，在很多大陆人的印象中，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大陆1线城市，医疗条件也相对落后，但这其实是个误解。林之命曾详细向雅玲介绍过台湾的医疗体系，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可是世界一流的。他自豪地说，几乎所有台湾居民都有健保卡，看病非常方便，而且费用低廉。他告诉雅玲，在台湾，民众持健保卡到医院就诊，挂号费只需几十元新台币，普通门诊自付比例仅为20%左右，住院则根据天数和病房类型收费，但总体来说负担很轻。我们医院的设备一点不比大陆的差，有些尖端技术甚至领先于世界。林之命说这话时，眼中充满了对自己职业的自豪感。雅玲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她以前真的以为台湾医疗水平不如大陆。
两人恋爱半年后，林之命决定带雅玲去台湾看看。你需要亲眼看看我生活的地方，了解真实的台湾，而不是道听途说。2022年底，两岸旅游逐渐恢复，雅玲终于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航班。当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，雅玲忐忑不安。她不知道等待她的会是怎样的台湾生活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适应。林之命在机场接到雅玲，两人紧紧相拥。欢迎来到我的世界，他温柔地说，让我带你看看真实的台湾。林之命在台北市区有一套100多平的公寓，虽然比不上雅玲家的大平层，但整洁舒适，充满了现代感。公寓距离他所在的医院只有10分钟车程，生活便利。台北的房价其实很高，林之命解释道，但医生的收入在台湾属于中上水平，生活品质有保障。雅玲参观了林之命工作的医院，现代化的设施、整洁的环境、规范的管理，完全颠覆了他对台湾医院的想象。我们的医患关系比大陆和谐得多。林之命介绍说，医生被尊重，病人得到关怀，双方都很满意。雅玲看到，在林之命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患者送来的感谢信和锦旗，其中不乏来自大陆的患者，有些大陆患者专门来台湾就医，特别是一些复杂疑难的心脏手术。林之命说，最让雅玲感到惊讶的是台湾的健保制度。林之命带她参观了医院的各个科室，向她详细介绍了健保卡的使用方法和好处。在台湾，几乎人人都有健保卡，看病不再是负担，而且我们的分级诊疗做得很好，不会像大陆3甲医院那样人满为患。林之命告诉雅玲，台湾实行家庭医生制度，居民可以选择固定的基层医生作为第一道诊疗关卡，需要时再转诊至大医院的专科医生，既减轻了大医院的压力，又保证了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。我们看重的是医疗质量和病人体验，而不仅仅是数量和规模。林之命的话让雅玲若有所思。就在雅玲即将返回大陆的前一天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那天，雅玲和林之命正在夜市品尝台湾小吃，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腹痛，冷汗直冒，我疼得站不起来，脸色煞白。雅玲回忆道，林之命二话不说就把我抱上了车，直奔医院。到了医院，凭借林之命的职务，雅玲很快得到了检查，诊断结果是急性阑尾炎，需要立即手术。我当时特别害怕，雅玲说，在异国他乡生病最让人恐惧，我甚至想着要不要回大陆再做手术。林之命握着他的手，坚定地说，别怕，有我在。就是这简单的5个字，让雅玲决定留在台湾接受手术。我选择相信他，也相信台湾的医疗水平。雅玲说，由于林之命是心胸外科医生，不能亲自为雅玲做手术，但他请来了医院最好的普外科医生，手术很顺利，从发现到手术结束，整个过程不到3小时。术后，雅玲被安排在普通病房休养，这时她亲身体验到了台湾医疗的温度。护士姐姐特别亲切，总是笑着进来询问我的感受，耐心地解释每一种药物的作用。医生每天查房不是草草了事，而是会详细了解我的恢复情况，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。雅玲感叹道，更让雅玲惊讶的是医疗费用。我是外籍人士，没有健保卡，但整个手术加住院3天的费用加起来才1万多元人民币。如果是台湾本地人有健保，可能只需要付几百元。在大陆，同样的手术和住院，即使有医保，自费部分也要2、3万吧。雅玲不禁感慨，林之命每天下班后都会来陪她，有时甚至在她的病床边睡一晚。即使他工作再忙，也会抽时间陪我，给我讲笑话，让我不那么害怕。雅玲的眼中泛起了泪光，病房里的那段时光反而成了两人感情升温的催化剂。雅玲看到了林之命最真实的一面，对病人的耐心，对医疗的热忱，对他的用心呵护。出院那天，林之命开车送雅玲回家，在路上，他突然问道，如果有一天我邀请你来台湾生活，你愿意吗？雅玲没有立即回答，但她的心已经有了答案。回到大陆后，雅玲开始认真考虑未来的可能性。她与父母长谈，讲述了在台湾的所见所闻，特别是亲身体验到的医疗服务。爸妈，台湾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落后，他们的医疗水平和服务态度真的很棒。林之明是个非常优秀且负责任的人，我想和他在一起。父母看到女儿坚定的眼神，知道她是认真的，
虽然有些不舍，但也开始慢慢接受这个可能性，只要你幸福，去哪里都行。母亲最终说道。就这样，哑铃和林之命继续着他们的异地恋，但两人见面的频率明显增加了。林之命每个月都会抽时间来大陆看他，哑铃也会在假期前往台湾。两人的感情在时间和距离的考验下不断深化。1年后，林之命向哑铃求婚了。在台北101大楼的观景台上，林之命单膝跪地，掏出一枚钻戒，哑铃，嫁给我吧，让我们一起见证两岸的爱情奇迹。哑铃泪流满面的点头答应。这一刻，他知道自己将开始一段全新的人生旅程，从大陆豪宅到台湾生活，从事业女强人到一名医生的妻子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，但哑铃从未后悔，因为她找到了真爱，也找到了内心的归属。婚礼在台北举行，哑铃和林之命邀请了双方的亲友参加。哑铃的父母虽然舍不得女儿，但看到女婿的真诚和女儿幸福的笑容，也打消了顾虑。婚礼简单而温馨，体现了两岸文化的交融。我爸妈原本以为台湾的婚礼会很寒酸，结果发现台湾人办婚礼特别讲究仪式感和细节。哑铃笑着说，我妈后来还跟我说，台湾人对传统礼仪的保留比大陆还要完整呢。婚后，哑铃正式搬到了台北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刚开始确实有些不适应，毕竟从大陆1线城市的豪宅到台北市区的公寓，生活空间小了很多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和工作，需要重新开始。刚到台湾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每天都在想家。哑铃坦言，特别是看到志明每天忙得团团转，有时候一台急诊手术下来，连着2、3天不回家，我就特别孤单。然而，正是这些孤单的时光，让哑铃有机会深入了解台湾社会。她开始在社区里结交朋友，参加各种活动，慢慢融入当地生活。台湾人真的很热情，特别是知道我是陆配后，邻居们都特别照顾我，经常叫我去家里吃饭，带我四处逛逛。哑铃说道，陆配是台湾人对嫁到台湾的大陆女性的称呼，虽然听起来有点特殊，但哑铃并不在意这个标签。初到台湾，哑铃最大的顾虑之一就是医疗问题。作为新移民，她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获得台湾健保卡。这期间，如果生病或需要就医，费用会相对较高。志明给我买了商业医疗保险过渡，同时申请了特殊情况下的健保提前适用。哑铃说，她告诉我，在台湾，即使没有健保，看病也不会太贵，而且服务质量有保障。果然，在等待健保资格的半年里，哑铃有过几次小病小痛，每次去诊所看病，费用都在几百元新台币左右，相当于人民币不到200元。而且医生会详细询问病情，耐心解释治疗方案，完全不像他在大陆经历过的3分钟门诊。大陆的医疗资源确实紧张，医生看诊时间短，有时候连问都没问清楚就开药了。哑铃比较道，而台湾医生会花时间和你沟通，甚至聊聊生活习惯，感觉真的被当成了一个完整的人，而不只是一个病例。半年后，哑铃终于拿到了自己的健保卡，这张小小的卡片让她感到无比安心。有了这个，在台湾生活最大的顾虑就解决了。哑铃还发现，台湾的医疗系统非常注重预防保健，每年一次的免费健康检查、社区健康讲座、慢性病管理计划等，都体现了预防胜于治疗的理念。在大陆，很多人都是有病才去医院，而台湾强调定期体检和健康管理。志明常说，最好的医疗不是治好病，而是不生病。随着生活逐渐稳定，哑铃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。在大陆，他是家族企业的高管，工作忙碌，但收入丰厚。来到台湾，他需要重新规划职业道路。一开始，我想找与原来类似的工作，但发现台湾的企业文化和大陆很不同。哑铃说，薪资水平也确实比不上我在大陆的收入，这是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台湾的平均工资水平确实低于大陆1线城市，特别是对高管人才而言，但台湾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，社会福利较好，综合来看，生活质量其实不差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，哑铃决定利用自己的两岸背景优势，开办一家专注于两岸医疗交流的咨询公司。他的想法得到了林之命的全力支持。我可以介绍台湾的医生资源，你负责联系大陆的客户。
林志明兴奋地说，两岸在医疗领域有很多可以互补的地方。就这样，哑铃的公司正式成立了。他帮助大陆患者来台湾就医，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，同时也为台湾医疗设备和技术寻找大陆市场。公司规模虽小，但因为专注于细分领域，很快就有了稳定的客户群。我发现台湾在某些医疗领域确实领先大陆，比如癌症精准治疗、微创手术等，哑铃说，而大陆则在医疗信息化、远程医疗等方面走在前面。两岸如果能优势互补，病人就是最大的受益者。随着公司业务的拓展，哑铃逐渐在台湾医疗圈建立了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。他不再是那个初来乍到的陆配，而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疗服务提供者。我真的要感谢志明，如果不是他带我了解台湾医疗，我不可能找到这么适合自己的事业方向。哑铃感激地说。就在哑铃的事业蒸蒸日上时，她和林之命迎来了人生中的另一个重要时刻，哑铃怀孕了。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刻，我既兴奋又担忧。哑铃回忆道，兴奋的是即将成为母亲，担忧的是在台湾生孩子会不会有问题。这时，台湾的医疗体系再次给了哑铃惊喜。首先，台湾对孕产妇的保障非常完善，健保覆盖了产前检查、生产和产后护理的大部分费用。其次，医院对孕妇的照顾格外细致，台湾的产检特别全面，每次检查医生都会详细解释胎儿发育情况，解答我所有疑问。哑铃说，不像我在大陆的一些闺蜜，产检时医生忙得连话都没时间多说。林之明作为医生，对妻子的孕期健康格外重视，他调整了工作时间，尽可能陪哑铃去做产检，并在家中为她创造最舒适的环境。志明比我还紧张，哑铃笑着说，他给我制定了详细的孕期营养计划，监督我定时吃饭、适当运动，简直比我妈还唠叨。怀孕7个月时，哑铃突然出现了妊娠高血压的症状，这是一种常见但需要密切关注的孕期并发症。当时血压升高，手脚浮肿，我特别害怕会影响宝宝。哑铃回忆道，志明二话不说就带我去了医院。林之明的医院有专门的高危妊娠管理团队，哑铃很快得到了专业的诊疗方案，包括饮食调整、适当休息和定期监测。医院还安排了专职护士每周上门访视，检查哑铃的状况，真的太贴心了。哑铃感叹道，护士姐姐不仅关心我的身体状况，还会询问我的心理感受，教我如何应对孕期焦虑，这在大陆是很难想象的。在精心护理下，哑铃的高血压得到了控制。到了预产期，她顺利在林之命所在的医院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。生产过程中，志明作为家属不能进产房，但他一直在外面等待。哑铃说，当护士把宝宝抱出来给他看时，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产后，哑铃住在医院的单人病房休养。台湾的产后护理非常细致，有专门的母婴护理师教新手妈妈如何照顾新生儿，包括喂养技巧、换尿布方法、观察宝宝健康状况等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医院还有心理咨询师来询问我的产后情绪，预防产后抑郁。哑铃说，他们告诉我这是常规服务，所有产妇都能享受。出院后，台湾的社区卫生服务接力上阵，社区护士定期上门随访，检查母婴状况，解答育儿问题。社区还组织新手父母交流会，让哑铃结识了许多同样带孩子的妈妈，彼此分享经验。在台湾生孩子，你不会觉得孤单。哑铃感慨道，从医院到社区，再到各种妈妈群体，有一整个体系在支持你。随着孩子慢慢长大，哑铃对台湾的医疗体系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孩子从出生起就拥有健保卡，定期体检、疫苗接种都有详细的时间表和提醒服务。最重要的是，台湾的儿科医生极其耐心。记得有一次孩子发烧，我慌张地带他去诊所。哑铃回忆道，医生不仅仔细检查，还花了20多分钟教我如何判断孩子的病情严重程度，什么情况需要立即就医，什么情况可以在家观察。这种授人以渔的方式让我作为新手妈妈特别有安全感。在孩子1岁半时，哑铃决定重新投入工作，她的医疗咨询公司已经步入正轨，需要她更多的参与管理。这时，台湾完善的托育系统成了她的坚强后盾。台湾的公共托育中心收费合理，而且管理规范，
哑铃说，最棒的是，托育中心会定期发送孩子的活动照片和发展报告，让我即使在工作也能了解孩子的情况。就这样，哑铃逐渐在台湾扎下了根，从最初的不适应到现在的游刃有余，她完成了从大陆媳妇到台湾媳妇的蜕变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没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转变。哑铃感叹道，从大陆的豪宅到台湾的公寓，从企业高管到创业者，从单身女强人到妻子和母亲，每一步都是命运的安排。当初在病房里，林志明说的那句“别怕，有我在”，成了支撑哑铃走过这段跨海之旅的力量源泉。我现在特别能理解那些为爱情放弃原有生活的人。哑铃说，因为爱情给我带来的远比我放弃的多得多。5年过去了，哑铃和林志明的婚姻愈发稳固，他们的儿子健康活泼，已经上了幼儿园。哑铃的公司也从最初的2人小团队发展为拥有20多名员工的专业医疗咨询机构，在两岸都有了一定的影响力。去年，哑铃的父母来台湾度假，住了3个月，这是他们第一次长时间在台湾生活。我爸妈原本担心台湾医疗条件差，结果我爸在台湾突发心绞痛，经历了1次急诊。哑铃说，那次经历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看法，从急救反应速度、医生的专业水准到后续的康复指导，每一环节都井然有序，让我爸妈连连称赞。哑铃的父亲回到大陆后，还特意向亲友们辟谣，台湾的医疗水平一点都不差，某些方面甚至比大陆还要人性化。随着在台湾生活时间的延长，哑铃对两岸医疗体系有了更深入的比较和思考。大陆医疗的优势在于规模和速度，哑铃分析到，大型公立医院设备先进，专科齐全，医生技术精湛，特别是近年来大陆在医疗科技领域的投入巨大，某些尖端治疗已经领先世界。但台湾医疗的优势在于系统和服务。他继续说，健保制度保障了基本医疗权益，分级诊疗避免了资源浪费，更重要的是，整个医疗过程中对患者的尊重和关怀是融入骨髓的。哑铃认为，两岸医疗各有所长，可以互相借鉴。大陆可以学习台湾的健保制度和人文关怀，台湾则可以借鉴大陆在医疗信息化和规模效应方面的经验。如今，哑铃的公司正致力于促进两岸医疗交流，组织台湾医生赴大陆讲学，同时帮助大陆医院引进台湾的管理经验。医疗无国界，健康是两岸人民共同的追求。哑铃说，我希望自己的经历和工作能为两岸医疗合作搭建一座桥梁。回顾这段跨海婚恋的经历，哑铃感慨万千。从最初因病住院时林志明的那句“别怕，有我在”，到如今2人携手共建的幸福家庭，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和惊喜。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从大陆的豪宅来到台湾生活，哑铃笑着说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。哑铃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可以跨越海峡，生活可以重新开始，只要有勇气迈出那一步，幸福就在不远处等着你。丽姐，我想对那些犹豫不决的姐妹说，哑铃认真地对我说，不要被表面的条件限制了自己的视野。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房子有多大，车子有多豪华，而在于是否找到了真心爱你、尊重你的人。听完哑铃的故事，我不禁湿了眼眶。作为一名婚恋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为爱勇敢的故事，但哑铃和林之命的跨海之恋依然让我感动不已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哑铃的选择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这期节目。下期我将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婚恋故事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